3名俄军老兵饿到不分敌友，幸得乌军救援。北约无视俄威胁，佩斯洛夫气到红温。乌军拿下库尔斯克红十月镇，俄军向南溃逃30公里。托罗佩茨弹药库爆炸，原因又是贪污。黎巴嫩手机又爆炸，以色列要把其打回石器时代。今天节目开头大兵要先讲一个在幽默中又夹杂一点心酸的故事。9月18号，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2亚速旅放出一段影像，视频中显示亚速旅的士兵在克雷明纳森林中布下了一张精心设计的陷阱。由于该地以平原为主，因此这片森林一直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树木茂密，地形复杂，为伏击和突袭提供了完美的掩护。在这次行动中，亚速旅的士兵碰到了3名俄罗斯士兵，不难看出他们的年龄已经很高了，看起来有50甚至60岁。他们由于饿得头晕转向，已经不分敌友了，甚至没有注意乌克兰士兵身上的标志。亚速旅的士兵很快反应过来，这几名俄军看起来有些傻乎乎的，于是他将计就计，亚速扮演了俄罗斯空袭侦察部队的角色。俄罗斯士兵听后十分惊喜询问他是否是俄罗斯指挥部派来的，来到他们孤立的战壕中寻找这3名孤独的俄罗斯人。而乌克兰士兵则假装生气，为什么我们非要去这里找你呢？我们没有别的事情要做吗？这样仗势欺人的态度反而让3名俄军更加相信对味儿了，这就是自己人。随后乌克兰士兵便开始与这3名俄罗斯人闲聊，嘲笑他们缺席的指挥官，称这3人为白痴。这3名士兵2名是来自第153坦克团，1名来自边境巡逻部队第69掩护旅。他们原本在战壕中等待救援，但他们的指挥官在寻找食物后失踪了，留下了他们3人在战壕中。最后3名老兵饿得受不了了，只得外出觅食，这才遭遇了乌克兰士兵。在一番交谈后，亚速旅的士兵将士力架巧克力棒分给3人，并告诉了他们自己是乌克兰士兵的事实。Попали в руки чистокровного українця нахуй。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当得知面前的人是自己的敌人时，3名老兵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惊讶，他们听话的脸朝下躺下，双手放在脑后。尽管是一场骗局，但俄罗斯士兵对这次被俘的经历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屈辱或者仇恨的感情。在事后采访中呢，被俘俄军甚至给出了5星级的评价，其中1名士兵表示：“我觉得我们被抓得很漂亮。”到了俘虏营之后，3名俄军就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表示，在战壕中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他们的指挥官已经离开去寻找食物了，但再也没有回来。战壕里的3名男子说，他们以为他受了伤，同时也和俄军高层失去了联络，因为他们的通讯器没有电了。但即便通讯器有电，乌克兰的干扰也使得通信变得很困难。这3个俄罗斯人又饿又渴。第153坦克团的52岁步枪手阿韦林·瓦西里耶维奇拿着水壶离开战壕去取水。就在那时，他遇到了3名看起来像俄罗斯人的士兵，因为他们会说俄语，而且可能穿着俄罗斯风格的制服，但实际上他们是乌克兰亚速旅的士兵。回到亚速基地，俄罗斯囚犯们大快朵颐，这里有免费的香肠、咖啡、面包、华夫饼和水果。瓦西里耶维奇回忆起他是怎么加入俄罗斯军队的，远离家乡来到乌克兰。他说，他当时正在莫斯科一个朋友的酒吧里喝酒，然后征兵人员就把他拖进了一辆面包车，强迫他签署了一份军队合同。当记者问及他们有没有经过培训，并且从1到10为自己培训经历打分时，瓦西里耶维奇说0分。他只经过简单的培训，在学会匍匐前进后就被送到了战场。只有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防弹衣、无人机、夜视仪等一切现代设备都需要自费购买。在采访最后呢，他对故乡的家人说：“妈妈，брат, у меня все нормально, все хорошо, нахожусь я в плену。”同时，他也劝告那些准备加入俄罗斯军队的人，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吧，远离战争，俄罗斯人并不需要这个东西。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兵不禁感慨，
真是傻人有傻福，3名不太聪明的俄罗斯老人被莫名其妙地拉上战场，在孤立无援的战线活到了最后，又被莫名其妙地俘虏，只能希望他们的好运继续，不要被战俘交换回去吧。看过大兵这期视频的朋友或许还记得，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西方国家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境内目标，这将被视为北约直接参与冲突，将明显改变这场冲突的本质性质。俄罗斯将根据所面临的威胁做出适当决定。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很快表示，乌克兰是否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远程打击，应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并且不需要对俄罗斯关于西方武器可能对俄领土发动袭击的威胁做出回应。此话一出可把某些人气红了脸。9月18号，俄罗斯总统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近期言论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北约没有充分重视俄总统普京关于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攻击俄领土可能带来的后果的警告。佩斯科夫认为北约的这种态度是挑衅性和危险的。佩斯科夫对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论表示了愤怒，认为其立场不仅短视，而且不专业。佩斯科夫强调，北约的这一立场极具挑衅性，并且充满了危险。当然，骂归骂，借口也是要找的，不然大统领的权威何在？佩斯科夫表示，他更愿意将斯托尔滕贝格的言论归咎于其个人权威的衰退，因为斯托尔滕贝格即将卸任北约秘书长一职，不再需要为其言论承担后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表示，俄方确信西方已经决定为乌解除远程武器使用限制。普京的警告被外界解读为俄罗斯正在考虑实际的回应动作，而非仅仅是口头警告。俄罗斯的立场是，北约的进逼让俄罗斯退无可退，因此必须进行反击。普京此前曾提到，俄方的反制选项可能包括向西方的敌对国家提供俄制武器，以及部署射程可以打击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常规导弹。联想一下不久之前胡塞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以及绍伊古突访伊朗，其中的线索是不是有些眉目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战线。在库尔斯克地区，俄军的反攻行动再次遭到挫折，未能实现预期的突破，反而被乌克兰军队接连夺取了多个战略要地。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成功控制了库尔斯克的红十月镇，这一重要城镇的占领标志着乌军战线的进一步推进。根据 ISW 战略地图，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行动使其在库尔斯克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红十月镇的夺取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这一地区与乌克兰边境相接，乌军在此的成功占领将为其向俄境内输送兵力和物资提供便利，同时也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开辟的第2战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在成功控制了苏贾重镇后，乌克兰军队的攻势并未减弱，继续向库尔斯克的其他城镇推进。目前俄方尚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但可以明显看出，俄军的反攻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乌克兰军队的格卢什科夫斯基的桥头堡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并且对俄军后方实施了多次成功的突袭。例如，乌军第95空中突击旅的第2营在库尔斯克的梅德韦日方向对俄军后方进行了有效打击。此外，乌克兰还在库尔斯克地区击落了一架俄军的卡52直升机，使其成为被乌军击落次数最多的直升机之一。同时，乌克兰的第8特遣团第1营也成功摧毁了多辆俄军装甲车。另一方面，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迫使俄军开始后撤，尤其是在格卢什科夫附近，俄军被迫向南撤退了 33.46 平方公里。库尔斯克州长斯米尔诺夫已经宣布，将对当地1100平方公里的定居点进行强制疏散。尽管俄军的反攻持续了不到10天就开始了撤退和疏散，表明其反击效果远未达到预期。虽然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推进速度有所放缓，双方的战斗依然激烈，但乌军在这一俄罗斯领土上建立的缓冲区已经逐渐稳定，恐怕全民公投也不远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8号爆炸的托罗佩茨军火库。根据现场居民和卫星拍摄的图像，直到第2天早晨，爆炸引发的火灾依旧没能熄灭。
据报道，这次袭击销毁了价值高达200亿卢布（约2.17亿美元）的弹药，至少有10人死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乌克兰无人机的轰炸，但这次呢，俄罗斯民众却把矛头对准了俄罗斯国防部。俄罗斯一家媒体对该军火库的袭击及其影响进行了报告，该军火库的建设成本为50亿卢布，但媒体声称其中约30%的资金可能被盗用了。自2016年以来，俄罗斯已经投资超过50亿卢布用于该军火库的建设、维修和加固，直到2018年才开放使用。该媒体指出，这些建设工程是由 GVSU-12 和 GVSU 这2家联邦国有公司负责的。他们声称超过30%的资金，即至少1600万美元被盗用。虽然媒体没有提供涉嫌盗窃的具体细节，但此类合同中的常见贪污手段包括对工作或者材料收取过高的费用，或者用廉价材料替代更昂贵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该项目的负责人前国防部副部长德米特里·波尔加科夫将军在2024年7月因为大规模欺诈而被捕了。这次军火库的爆炸可能与消防安全不足有关。NASA 的卫星图片数据显示，整个军火库都发生了火灾。据估计，该军火库储存了多达19000吨炸药，火势的规模表明该地点的消防安全存在着严重缺陷。最可能的促成因素是掩体和仓库要么建造成本低廉，没有足够的防火和防爆保护，要么是建得太近了，导致火势从一栋建筑蔓延到了另一栋建筑。波尔加科夫曾经称赞该设施提供了可靠和安全的储存，防止空袭和导弹袭击，甚至防止核爆炸的破坏性影响。现在看来，能不能挡核弹不知道，但当核弹应该还是可以的。然而，现场的实际情况似乎与此相去甚远。一位支持战争的俄罗斯博主指出，在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到，整个设施到处都是无穷无尽的弹药堆，暴露在露天情况下。这意味着乌克兰已经从北约情报系统那里清楚地得知了该弹药库存在的弱点，而俄方对此视若无睹。这次事件不仅暴露了俄罗斯军火库的安全隐患，更引发了对俄罗斯军事建设中贪污腐败问题的广泛关注。随着调查深入，可能会有更多关于贪污的细节被揭露，这无疑将对俄罗斯的国防安全和军事形象造成严重影响。在18号传讯机集体爆炸之后呢，黎巴嫩再次发生了一系列爆炸事件，至少造成14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这些爆炸主要源于5个月前由真主党购买的对讲机。令人震惊的是，部分爆炸发生在昨日遇难者的葬礼上。据黎巴嫩卫生部的最新报告，这些爆炸事件的伤亡人数持续上升。爆炸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还引发了超过60起火灾，影响了住宅、商店及多辆车辆，给紧急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在贝鲁特南部和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真主党控制的区域内爆炸频发，造成的破坏程度似乎比前一天更为严重。黎巴嫩总理表示，这一波爆炸已基本结束，目前医院不再接收新的伤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局势进入了新的战争阶段，以军已开始向黎巴嫩边境增兵。黎巴嫩内政部也承认，当前局势需要高度警惕，强调公民安全是首要任务，并指示安全部门协助民众。目前，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则提醒在黎公民保持低调，采取预防措施，警惕可能的暴力事件。这一系列爆炸事件不仅让人想起了在以色列上个月发表的宣言。据路透社8月9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强调，一旦真主党进行挑衅或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毫不犹豫地攻击黎巴嫩，并将该国打回石器时代。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不要犯错，我们不想发生战争，但我们准备保护我们的平民、士兵和主权。格朗特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动用所有力量，必要时将攻击真主党和黎巴嫩的每一寸领土，以便在发生冲突时保护以色列。我们将让黎巴嫩回到石器时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